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03.91，收盘价是202.7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5.14，最低价是在196.33。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462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76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多头趋势出现了回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那么这样一根蜻蜓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的行进中。那蜻蜓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在高处容易变盘向下，在低档容易变盘向上。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会继续上行；如果股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呢，是很容易反转向下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在23日当日这个成交量是呈现的量缩。那这样一来说明买盘并不积极。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谨防股价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在204附近。但是我们给出了2个走势。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的是会下跌，收盘价会在189附近。实际在2月23日收盘价是在202.07，那股价出现了反弹，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的第二个走势是基本相符的，也就是在盘中股价是不低于194的，出现一根蜻蜓线。但是呢，收盘价是相差了2个点。那在2月23日股价出现了反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股价后续的上行。那对于2月24日股价如果是继续反弹上行，那它的目标依然是217。那站上217我们说才能突破这样一个横盘的区域，也就是股价才能够出现新的一波上涨行情。那在到达217之前，我们说上方的压力分别是205，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和210，是这根含有上影线的长红 K 线。因为这2根 K 线都是变盘的信号 K 线，所以它们的最高点呢将成为股价上行的压力。因为只有站上它们，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向上。所以这是股价在到达217之前的2个压力位。那如果股价日后站上217呢，
我们说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那我们等股价站上217之后呢，我们再讨论上方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2月24日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它的目标是187，依然是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股价一旦跌破了，就是说完成这个目标，跌破了187呢，将会建立底低的一个空头趋势，因为上方已经出现了头低，所以股价如果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建立空头趋势，而建立空头趋势目前的一个标志位就是187。那187啊，我们说它也是强支撑。我们在前一批视频说过，187是自1月31日这根 K 线股价出现上涨到2月16日，也就是这一波股价上涨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50%的成本线，就是在这187附近。所以呢，这个位置它是强支撑。既然是强支撑，那股价如果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呢，那也很容易会出现下行。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这一波上涨的最低，也就是162，这是接下来的第2个目标。好，那么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87之后啊，我们再来讨论162。那现在我们还回到第1个目标的上方，股价要到达187，我们来看看它的支撑。那它的主要支撑目前是在192，192是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这个位置啊，实际上是在这个横盘区域内当中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股价下行要跌破这个点，那在这个横盘区域内就会继续保持空头的趋势。请注意，我们强调的是在这个横盘区域内保持空头趋势，因为我们会看到前几日的 K 线都是头低底低，一直是空头，所以现在股价出现反弹之后，那向下一定它的目标就是192。那这样一来，192实际上是多方要守的一个位置，所以在192它将是一个强支撑。然后还有一个支撑位，对于2月24日来说，20日均线值将提升到195附近，它也将是强支撑。它和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这个位置有重合，所以股价要到达187，我们说在195附近和192附近，这是2个多头要守的位置，这是阻力，也是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讨论的股价要到达187，所要经历的2个阻力位。那对于2月24日在盘中，我们依然要给出要关注的位置，下方我们要关注196，也就是2月23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因为反弹的蜻蜓线，股价一旦跌破它的最低，一定会出现下行，所以我们要下方关注的点，我们要关注196。好，这是我们在盘中的关注的下方的点。那上方我们要关注203，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203。203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5日均线值对于目前股价反弹，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日后收盘价能够站上，或者我们称为
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将为股价继续反弹呢提供支撑。好，所以我们要关注203和196。好，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目前还有持仓的这个仓位，我们要给出停损的位置。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出的是192，也就是在2月23日啊，我们要守停损，守2月22日的最低，也就是192，或者是187。那股价在2月23日出现了反弹。那对于2月24日，我们说对于目前还有持仓的，我们指的是还有这个持仓我们指的是盈利啊，还有盈利的持仓的，那我们给出停损位要由192提升到196。也就是对于2月24日，如果股价跌破了196，那可以，也就是说要停损出场。那还有一个点位，如果说我们不想在这个地方停损，我们继续看多，它有可能在日后会继续盘整，然后再向上。如果是这样一个看法呢，我们可以守另外一个点是继续守187。对，也就是我承受这样的利润的亏损，然后去争取更大的一个涨幅。所以对于2月24日目前还有盈利持仓的，我们给出的停损位是196或者是187。好，这是对还有盈利持仓的。接下来一个是针对于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在2月22日这个收盘价，我们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以5%的仓位进场抢反弹。那目标是209。很遗憾，在2月23日盘中股价并没有到达209，最高是在205。对，如果没有出场，对，那么目前这个抢反弹还会持仓，所以在2月24日这个抢反弹，我们要把之前的止损位，也就是从192提升到196。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止损，因为抢反弹目前的账户还是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给出的是止损，要从192提升到196。好，那么对于2月24日说，我们既然抢反弹，2月24日我们上方的目标依然是209，也就是在2月24日，如果股价上行到209，可以设止盈自动离场。对，当然也可以继续持仓，我们等待后续一个交易日，我们会根据 K 线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被止损出场，我们会根据 K 线的线型或者是数据的分析呢，我们再看是否可以再继续加仓，或者说是继续持仓。好，这是我们说的操作上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没完，我们继续来讨论空头。空头我们不做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只讨论空头。那对于空头，在2月23日开盘之后，很有可能我们认为会是一个低开盘，或者说
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从开盘价一直到205，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这是空头要加仓的位置，尤其是在205。如果是一个低开盘，它可能会等待股价出现小幅的反弹，到205会继续加仓。然后呢，空头目前在209会有继续加仓，那它的目标就是短期的目标是下方192，然后是187，当然接下来就是162，所以这是空头两个对于2月24日来讲两个加仓位置和他们的目标。那在这里我们要再说明一下，就是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说空头的回补位是在209，那么涨到这个位置，空头的回补位会这个209将不是空头的回补位了，而是它的加仓的位置，然后它的回补位会在217。对，所以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那对空头的讨论，实际上对于我们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我们就知道蜻蜓线的最高和这根变盘 K 线的最高，它将是我们的压力。那一旦说股价出现反弹，能够站上这个两个位置呢，那空头它只能够守这个叫做回补位。那我们说一旦股价再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那空头的仓位呢将会被瓦解。我们指的是这样一波操作的空头会被瓦解。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会看到这几个均线值，有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和125日均线值。那它们的区域是从200.5一直到203.5，是在这个区域。这是压力位。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05，第三个压力位是210，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17。好，我们再来看支撑，下方的支撑依然是各条均线值，因为这个各条均线值它的范围是在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在这个范围内，所以这个范围既是支撑也是压力，因为它如果是低开盘，这个区域就是压力位；如果它是高开盘，那这个区域将会成为支撑。对，所以第一个支撑依然是各条均线值，是从200.5到203.5，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196，第三个支撑是192，第四个支撑是187。那我们给出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5到195.5，在这个区间内。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2，最低下方会到达192，收盘会收在194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2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还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反弹，也就是出现一个大的成交量，然后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3，最高上方会到达212，然后收盘会收在207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